6月21日，曼谷大皇宫毕曼拉塔亚王座殿内，帕公主的第8场守灵法会安置举行。殿内檀香缭绕，僧侣诵经声平稳绵长，参与祭拜的王室成员与官员按品级列队行礼，全程肃穆有序。人群之中，身着白色皇家礼仪礼服的帕里塔特布内阁少将格外引人注意，这已经是他连续出现在守灵现场，也是他被泰王擢升军衔后的首次公开露面。镜头完整记录下他行礼的全过程，按规制完成3叩9拜的整套礼仪后，他比其他官员多停留了近半分钟，垂手立在灵前，视线始终落在帕公主的遗像上，指尖微微收紧，下颌线紧绷到泛白，没有刻意哭嚎，哀戚却从眉眼间漫了出来。法会间隙，他独自退到殿外廊下，没有和旁人交谈，只是背对着人群站着，偶尔抬手按一下眉心，背影沉得像压了1000斤重。自帕公主病逝以来，除却血脉至亲，她是所有到场人员中情绪流露最明显的一个。对长期关注泰国王室的公众而言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帕里塔特是相伴帕公主10余年的隐秘男友，两人的关系在泰国上流圈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，却始终没有得到王室的正式官宣，也从未有过合乎礼制的名分。这一次，他能连续现身皇家守灵法会，站在大皇宫的殿宇内送别爱人，本身已经是打破常规的安排。帕里塔特布奈格并非普通平民出身，他来自泰国老牌贵族布内格家族 Banag， 又称温纳家族。这一家族是却克里王朝历史上权势最盛的门阀之一。王朝早期曾出过3位摄政王，长期掌控泰国的军政与外交事务，深耕官场数百年，人脉网络覆盖军方、司法与行政体系，是泰国公认的顶级老牌贵族。生长在这样的家族，帕里塔特的人生路径早已规划妥当。他早年进入皇家军事院校学习，毕业后进入皇家特种作战体系任职，从基层军官逐步晋升至上校军衔，长期在王室安保体系内任职，有大量接触王室核心成员的机会。他行事低调，职业履历干净，能力与品行在圈层内口碑稳定，这也是他能长期陪伴在帕公主身边的重要前提。两人的交集最早源于军中的工作交集。帕公主多年来分管皇家安全事务，后来更是出任皇家卫队安全司令部最高长官，军衔至特别上将，本身就是军方体系的核心高层。而帕里塔特当时在王室安保特种部队任职，多次参与帕公主公务出行的安保部署，工作往来中逐渐熟悉，感情也慢慢滋生。2016年前后，泰国媒体首次拍到2人一同前往巴蒂亚海边度假，同框出席私人家庭聚会。照片里帕公主靠在他肩上笑，状态松弛自然，完全没有公务场合的严肃。此后数年间，他们同框的痕迹零星散落在社交平台，一起去瑞士滑雪场度假，共同出席朋友的婚礼，甚至被拍到一同前往宋莎瓦丽王妃的私底用餐。对熟悉内情的人而言，这等于间接坐实了两人的关系。能见到帕公主的母亲，说明这段感情已经得到了女方核心家人的认可。2019年，一张两人共同跪拜泰王的照片流出，瞬间引发全网热议，外界纷纷猜测2人好事将近。但很快帕公主就通过办公室出面辟谣，指称2人是共事多年的同事与好友，否认了婚讯。现在回头看，那句否认更像是身不由己的克制，不是不想认，是不能认。她的身份太重，背负的东西太多，根本无法像普通女性一样光明正大公开自己的恋情。2022年12月，帕公主在参加军犬训练锦标赛时突发支原体感染引发的心肌炎，当场失去意识，随后被送往朱拉隆功医院深度治疗，陷入长期昏迷状态。此后的1286天里，帕里塔特几乎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。泰国小报曾一度造谣他远走他乡，感情早已变淡，可零碎的消息拼起来却是另一番模样。他把住处搬到了医院附近，每天都以公务协调的名义前往医院，有时只是在病房外的走廊站10几分钟，有时会和负责的医疗团队沟通病情细节，参与治疗方案的协调。每个月他都会悄悄去曼谷最灵验的寺庙祈福，替帕公主抄写经文，全程低调。
从未被媒体拍到正脸。哪怕帕公主始终没有苏醒的迹象，她也没有中断过探视的节奏。3年1000多天，几乎没有缺席过重要的节点。帕公主病逝后，6月13日，灵柩从朱拉隆功医院移送大皇宫当天，帕里塔特就出现在了护送队伍里。当天，王室成员大多身着白色丧礼服，她却穿了一身暗红色的皇家卫队戎装。红色是帕公主生前的专属代表色，如同紫色对应诗灵通公主，是王室成员专属的身份色彩。她坐在灵车的副驾驶位置，全程手扶着灵柩边缘，眼眶泛红，多次抬手擦拭眼角，数度哽咽。按照泰国王室的丧葬规制，移灵队伍的人员有严格的品级与身份限制，无名无分的外男本不可能出现在核心护送序列里。他的到场本身就是泰王的破格许可。6月18日，泰王马哈亲下谕令，正式宣布人事调整。依据泰国宪法与皇室行政管理法，批准帕里塔特从上校晋升为少将，从陆军司令部调至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，任命为国王御前特别行动办公室特别行动军官。任命自6月12日起生效。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属于御前武官序列，任职人员可自由出入大皇宫核心区域，直接参与王室的日常行程与宫廷事务，是王室安保体系内的核心岗位。更耐人寻味的是王室发布的双语公告，英文表述里直接用了 THELATPRINCESSBOYFRINDPROMOTEDTOKINGSBODYGUARDUNIT 的说法，等于用隐晦的方式，第一次官方层面默认了他和帕公主的关系，没有正式册封，没有驸马头衔，却用一纸调令给了他合法留在爱人身边的身份。帕公主的灵柩将长期安放在毕麦拉塔亚殿内，100日停灵期结束后，也会在皇宫内的王室寺庙接受供奉。帕里塔特的新职务等于给了他永久陪伴的权限，这是一份迟来的成全，也是一位父亲能为离世女儿做的最后一点弥补。相伴10余年，家世、品行、能力都无可指摘，两人却始终没能走到正式成婚的一步。核心原因从来不是感情不够，而是帕公主的身份太过特殊。在泰国王室的规则体系里，嫡长公主的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私事，它牵扯着血统等级、家族利益与权力格局，每一步都受到多重束缚。按照泰国王室沿袭100年的传统，王室女性出嫁往往意味着放弃部分甚至全部王室头衔与继承权。最典型的先例是帕公主的姑姑乌汶勒公主。当年乌汶勒为了和美国男友彼得·延森结婚，主动放弃了全部王室头衔与继承权利，以平民身份出嫁。后来她婚姻破裂，带着子女返回泰国，还是普密蓬国王破例恢复了她的公主头衔，但继承权始终没有归还。更早的拉玛八世时期，甘拉亚妮公主为了嫁给心爱之人，同样主动放弃了全部昭法级公主头衔，降为平民，远赴瑞士生活，直到晚年才重返王室。这些先例都摆在眼前，公主想要自由选择婚姻，代价就是放弃与生俱来的身份与权利。对帕公主而言，这个代价更为沉重。她是泰王与原配宋沙瓦丽王妃的独女，身上流着玉坤家族的血脉，是玉坤家族在王室的核心代言人。同时，她自身能力出众，拥有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，曾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，后来又出任皇家卫队司令，军衔至特别上将，是王室内部少数兼具政务能力、军方背景与民间声望的成员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被视为王室的定海神针，是默认的辅政核心，甚至是潜在的王位继承人人选之一。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婚姻不可能只看个人心意。如果他选择成婚，按照传统规则就要放弃继承权，淡出核心公务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，更会直接影响玉坤家族的利益，打破王室内部的权力平衡。玉坤家族作为泰国顶级权贵，几代人通过和王室联姻巩固地位，失利吉王太后、宋沙瓦丽王妃都出自这个家族。帕公主是家族第3代精心培养的核心人物，家族不可能允许她为了婚姻放弃政治权重。而帕里塔特所在的布内格家族虽然也是100年老牌贵族，但和玉坤家族并非同一派系。
家族层级与政治权重也有差距。在讲究血统与门第的王室婚姻规则里，她的出身还不足以匹配嫡长公主驸马的身份。玉坤家族更倾向于通过帕公主的婚姻，进一步巩固家族和王室的绑定，而非引入另一个贵族家族分走权力。不过两大家族本就有上百年的官场世交，祖上多有往来，这也是玉坤家族没有强硬反对这段感情的原因，可以默认私下相处，但绝不能公开成婚，分割利益。除此之外，帕公主自身的选择也很明确，她从成年后就全身心投入王室公务，每年出席的官方活动超过200场，从外交接待到民生慈善，从军方事务到王室内部管理，几乎无处不在。她的公开行程始终保持高密度，从未出现过数月以上的空白期，这也侧面印证了她的人生重心始终在责任上，而非组建家庭。对她而言，守好王室的担子，做好父亲的助手，比个人的婚姻幸福优先级更高。多重因素叠加之下，这段感情只能一直处于隐秘状态。两人私下相处稳定，家人也都知情，却始终不能光明正大的并肩出现在公开场合，不能坦然牵手露面，不能拥有合乎礼制的夫妻名分。所有的陪伴都只能藏在私下里，所有的心意都只能用隐晦的方式表达。坊间多年来一直有传闻称两人育有一个女儿，但这个说法始终没有任何官方信息可以证实。从帕公主的公开行程来看，她常年保持高频公务亮相，没有长期离岗休养的记录，王室也从未有过相关公告。这个传闻更多是民间的美好期许，大众希望这位一生尽责的公主能留下属于自己的血脉，能有一份更圆满的私人生活。但截至目前，相关情况始终没有官方定论，一切都停留在坊间猜测的层面。对帕里塔特而言，帕公主的离世带走的不仅是相伴10余年的爱人，还有所有关于未来的约定。那些没能实现的心愿，全都变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第一重遗憾是始终没有名正言顺的爱人身份。两人相伴10余载，从青年走到中年，共同经历了无数大小事务，见过双方家人，得到了核心圈层的默认，却始终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名分。在王室的正式档案里，他永远是皇家军官帕里塔特，不是帕公主的伴侣，不是王室的驸马。哪怕现在能站在守灵的队伍里，也只能站在偏后的位置，不能以家属的身份位列至亲行列。第二重遗憾是这一生都无法光明正大的相爱，因为身份的限制，他们从来不能像普通情侣一样公开出行，不能坦然牵手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不能一起出席正式的王室活动。所有的相处都只能在私人场合，所有的同框都只能是路人偶遇的抓拍。他们有过一起度假的轻松时刻，有过家庭聚会的温馨瞬间，却从来没有一张官方发布的合影，没有一次公开的并肩同行。那些普通人唾手可得的日常，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。第三重遗憾是往后的漫长岁月里，连悼念都只能隐于人群。以后每一年的忌日，每一次的追思法会，他都只能以官员的身份到场祭拜，不能以挚爱之名送别怀念。他的悲伤不能宣之于口，他的思念不能摆在明面上，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藏在克制的表情里，所有的心意都只能用沉默的陪伴表达。这些遗憾本质上都是王室传统礼制的代价。对比欧洲王室的开明，英国、西班牙等王室早已允许成员自由选择伴侣，平民、离异人士都可以成为王室配偶，甚至国王都可以迎娶离异女性。泰国王室的规则依旧停留在100年前的传统里，格外看重血统纯正与等级秩序。王室成员的婚姻始终和权力、利益深度绑定，个人心意永远要排在规则之后。帕公主作为嫡长女，作为王室核心成员，首当其冲成为这套规则的承受者。她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尊贵身份、权力与财富，却连选择自己爱人、拥有正常家庭的权利都没有。半生都在为王室尽责，到最后连一段光明正大的感情都不能拥有，这也是她的人生最让外界唏嘘的地方。帕公主的守灵仪式按皇家丧葬规制举行，灵柩在大皇宫完整停灵100天，全程每日安排僧侣诵经。王室成员、政府官员、
军方代表按批次到场祭拜。不同日期的守灵由不同的王室宗亲主持，背后也对应着不同家族的立场。6月19日的守灵仪式由朱拉蓬公主带领玉坤家族成员主持。当天，朱拉蓬公主坐着轮椅现身，全程由侍从搀扶，状态憔悴。这位69岁的公主自身患有血友病与多种并发症，常年深居简出，极少出席公开活动。这次硬撑着到场送别侄女，既是姑侄亲情，也是王室女性之间的共情。她自己一生也被近亲联姻的遗传病困扰，被王室规则束缚，同样经历过坎坷的感情，更懂怕公主身不由己的难处。玉坤家族的集体到场，则是更明确的政治表态。家族核心成员纳瓦潘玉坤王子，也就是外界常称的猜林玉坤王子，宋莎瓦丽王妃的亲兄弟，帕公主的亲舅舅全程参与祭拜。帕公主是玉坤家族在王室的第3代核心，她的离世意味着家族失去了最核心的代言人，百年豪门的权势必然受到影响。玉坤王子连续现身守灵，一方面是送外甥女最后一程，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外界宣告，家族和王室的纽带依然稳固，不会因为公主离世而断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帕里塔特连续2天的守灵行程都没有引起玉坤家族的异议，这说明不仅是泰王认可了他的存在，玉坤家族也默认了他的身份。对玉坤家族而言，帕公主已经离世，再纠结于门第与规则没有意义，允许他的爱人送他最后一程，是给逝者体面，也是全一份人情。毕竟这段感情相伴了10余年，家族内部早已知情，逝者为大，没必要在最后时刻苛责。泰国社交媒体上，民众对这段迟来的认可普遍抱持善意，很多人在相关新闻下留言，说终于能光明正大陪在他身边了，公主一辈子都在尽责，最后能有爱人守着，也算是一点安慰。还有不少人发起请愿，希望王室能给帕里塔特一个正式的名誉头衔，让他能名正言顺以家属身份参与后续的祭祀活动。虽然王室并未回应这些呼声，但公众的态度已经说明，在民间视角里，他早已是帕公主身边公认的那个人。泰王马哈一生强势，说一不二，在王室规则上向来不肯让步。他当年可以因为与瓦达的背叛，把4个儿子全部驱逐出境，剥夺所有头衔；可以因为希拉米家族的贪腐，直接废黜王储妃，将其安置在寺庙10余年。但在帕公主的身后事上，他选择了一次次打破规则。他给了帕公主最高规格的葬礼，用和施利吉太后同等级的大金瓮，配7层白伞盖，灵柩安放在毕麦拉塔亚王座殿，国葬规格举国哀悼。他允许帕里塔特参与移灵护送，允许他连续守灵，擢升他的军衔，给他自由出入皇宫的权限，用这种隐晦的方式认可了女儿这段持续了10余年的感情。这些让步是一个父亲的柔软，他一辈子都在强调王室的威严与规则，却在痛失爱女之后选择了妥协。活着的时候，为了权力格局，为了家族利益，不能成全女儿的婚事；走了之后，便用自己能给的最大权限，让爱人陪在他身边，算是全了女儿的心意。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，100日丧期结束后，帕里塔特还将接手帕公主生前创办的儿童慈善基金会，继续运营他留下的公益项目。这也是泰王的安排，让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爱人未尽的事业，就像他还在的时候一样。只是这份迟来的成全，终究来得太晚了。活着的时候不能并肩，死后的陪伴再久，也换不回生前的光明正大。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名分，没能兑现的约定，没能实现的心愿，都永远成了遗憾。100日停灵还在继续，大皇宫的檀香会燃满100天，僧侣的经生也会持续100天。在这漫长的告别里，帕里塔特的身影成了最特殊的注脚。他穿着制式礼服，站在人群里，用沉默的陪伴走完和爱人的最后一段路。这段藏了10几年的感情，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了公众面前。没有盛大的婚礼，没有官方的册封，只有葬礼上的一身素服和灵前长久的凝视。他让所有人看到，再森严的王室规矩，再尊贵的身份地位，终究抵不过生离死别。
也都有求而不得的寻常遗憾。对帕公主而言，这一生担得起嫡长公主的身份，对得起王室的责任，也拥有过一份长久安稳的真心。纵使有遗憾，也算是活成了自己的样子。而那些没来得及实现的平凡幸福，只能寄望于来生，不用做什么金枝玉叶，不用扛什么家国责任，就做个普通人，和喜欢的人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，过完简单安稳的一辈子。